瑞宝在学着妈妈教育自己的方法，教育妹妹。瑞宝对辉宝讲：“你这抗摔打能力还得多练。”辉宝被姐姐欺负后，只能找爷爷来撒气。在宝家里，属宋爷爷的地位最低。今天是依依第一次去看福宝，虽然福宝在韩国已是顶流，但仍有第一次去看福宝的依依。依依刚进爱宝乐园，便被眼前这琳琅满目的福宝形象的玩具所震惊了。几乎所到之处，甚至所见之处，每一个地方都有福宝一家的元素，甚至每个角落都有福宝园区里面的同款设施。而去看福宝的队伍已经排出了数百米远了。不过依依买了 Pass 门票，不需要排队。不过虽然大门口的队伍不需要排，但是进门后福宝园区里还需要排，因为来看福宝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等依依来到园区时，此时瑞宝和辉宝正在营业，姐妹俩正在小亭子上练习吃竹子，而爱宝则在一旁的小木床上吃。瑞宝和辉宝凑在一块儿，这样不会令依依们为他们感到无聊，而是给人一种很温馨、很治愈的感觉。而作为每天都会营业的乐宝，依依们什么时候来都不会跑空，就算福宝和姐妹俩看不到，但一定会看到乐宝的。一会儿，爱宝吃完竹子后，来到了小亭子上，爱宝惬意地躺在小亭子上睡起了觉。而从室内园区走出来后，会看到福宝一家的邻居小熊猫。小熊猫的外场和福宝、乐宝的在一起，不过除了小熊猫以外，福宝和乐宝的室外园区都是空的。不过这时宋爷爷走了出来，来到福宝园区给福宝放竹子。最近宋爷爷的工作很繁重，因为宋爷爷一直都在为福宝想方设法的制作行李，而江爷爷也没闲着，因为福宝回国，江爷爷需要跟着也在忙碌着，只不过宋爷爷没法跟着去，所以宋爷爷尽可能的在这段时间多陪陪福宝，什么工作都抢着干，没有工作还要想办法给自己找点工作。宋爷爷的爱完全超出了饲养员的职责，已经属于是全心全意为福宝一家服务了。看福宝倚靠在树干上的样子真的太可爱了。福宝的出现让本来黑白相间的大熊猫又多了一种福宝粉。看福宝乖巧地看着窗外姨姨们的样子，俘获了多少姨姨们的萌物心。跟姨姨们打完招呼后，福宝来到了他的小冰床上。福宝平趴在冰床上，惬意地享受着冰床上带来的凉爽。冰床的大小正好符合福宝的体型，这让福宝躺在冰床上很是开心。小休息一会儿后，福宝来到小躺椅上，看福宝啃扶手的样子依旧是萌萌的。一会儿福宝来到了小亭子上，爷爷给福宝精挑细选了几根竹子，福宝躺在上面不是很有食欲。一会儿福宝回家休息，爷爷来到园区，爷爷给福宝准备了竹叶莫吉托。炎热的夏天，福宝将竹叶莫吉托捧在手里很是凉爽。直到一会儿竹叶莫吉托掉在了地上，福宝本想走过去捡一下，但沾上泥土的竹叶莫吉托瞬间让福宝没有了食欲。福宝对竹叶莫吉托失去了兴趣，就连里面的胡萝卜福宝都不想吃了。之后福宝来到小树上给自己补了个午觉。宋爷爷表示，福宝对于自己来说始终有种孩子的感觉，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，而且在大家眼里福宝还是一个小公主。今天宋爷爷接受采访时表示，福宝回到中国是对的，因为福宝也有要成为妈妈的时刻。主持人问宋爷爷，福宝回到中国后会适应那边的生活吗？宋爷爷表示，福宝是自然交配、自然分娩、自然哺育的，而且爱宝从小到大一直陪在福宝的身边，爱宝已经把自己的本领和本事都交给福宝了，所以福宝就算回去也会像妈妈一样成为一只很厉害的大熊猫。而且对于野生动物来说，经常更换自己的栖息地是经常性的，也是本能的，所以就算到了一个新的环境，它们也会快速适应的。反观对于人类来说，自己养育好几年的动物突然要和它分开，空虚感和思念感会更重一些。而且爷爷跟福宝保证一定会去见他的。除此之外，宋爷爷表示自己每年都会给福宝制作很多玩具，不仅是为了让福宝当时快乐，也是为了让福宝回到中国后还记得这个地方。主持人问道，听说江爷爷的子女们看到自己的爸爸对福宝比自己都要上心，感到了失落，问宋爷爷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。宋爷爷表示，据自己的了解，江爷爷的孩子都成年了，自己的孩子都比较小，都还是小学生，所以想法上会从容很多，只觉得这是爸爸的工作。而自己回到家后，自己的孩子们没有那么嫉妒。福宝在园区玩了一圈回来，发现自己的妈妈正在吃窝头，福宝立马爬上小亭子，想让妈妈给自己分享一点。爱宝拒绝了福宝，福宝见软的不行，便直接来硬的，但很快福宝就被妈妈给推开了。福宝现在的力气，爱宝一只手就可以将其制服。福宝被拒绝后，假装不再对窝头在意，站在小亭子边看有什么好玩的。
当爱宝不注意时，福宝一个回头，爱宝早就猜到了福宝的小心思，完美预判了福宝的攻击。当爱宝将最后一块窝头放在嘴里时，福宝也放弃了争抢。福宝来到饮水盆前，以水冲击，这画面居然显得有点可怜。但事实上，并不是爱宝不给福宝吃窝头，因为福宝现在只吃奶水，竹子都不吃。对于窝头，福宝只是看妈妈吃得很香，所以想去抢。但当爷爷给福宝时，福宝根本吃不了几口。喝完水后，福宝又钻到了妈妈身边，在妈妈的竹子上踩来踩去。因为妈妈吃竹子时不小心碰到了福宝，福宝还有小情绪了，想把妈妈的竹子全扔掉。福宝看妈妈一直不理自己，无聊的福宝便自己爬到树上睡觉去了。宋爷爷正将福宝吃剩的竹子全部收走。宋爷爷今天打算给福宝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。宋爷爷将竹子放下后，拿回来了很多零食，但这次爷爷没有将零食放到小亭子或小躺椅上，而是放到了福宝的饮水盆处，因为这里不仅是福宝日常喝水的地方，也是福宝经常来采野的位置。爷爷将小零食挨个藏在这里，虽然这些都是爷爷精心准备的，但福宝自己并不知道，当福宝发现它们时，也会让福宝有一种采野的感觉。宋爷爷将小零食挨个藏好后，站起来仔细思考了一下，幻想着一会儿福宝走到此处时，能不能发现它们。福宝此时正在室外吃竹子，看福宝脸上毛发的色差，像是最近防晒没做好，防晒只涂了脸，没有涂腮帮子和脖子。一会儿，福宝来到室内，碰巧福宝口渴了，福宝走到饮水盆前喝水。喝完水后，福宝闻到了胡萝卜和窝头的气味，福宝便埋头苦寻。还好宋爷爷将小零食藏得并不是很隐蔽，福宝很快便都找了出来，坐在地上开心的吃着。中午福宝回家休息，福宝的姨姨来为福宝打扫园区，将爷爷也紧随其后，来为福宝清理在园区生产的青团。爷爷有了姨姨的帮忙，园区打扫起来也快了很多。打扫完园区后，爷爷为福宝搬来了新的竹子，当然还有小零食。除此之外，今天早上爷爷还给福宝准备了2个大冰坨子，像是在躺椅上安装了制冷功能，目的是让福宝躺在躺椅时更加舒适。看福宝坐在躺椅上吃竹子的样子，少了对夏日的炎热难耐，多了一丝冰坨子带来的冰凉舒适。爷爷和姨姨离开后，福宝迈着欢快的步伐走了进来。福宝来到小亭子上，先将爷爷准备的胡萝卜和窝头吃了个干净，紧接着再解决竹笋。由于福宝吃竹子的时间太长，所以给大家做了加速处理。虽然福宝不是每一根都吃，但出于尊重，每一根都会闻一下。吃饱后，福宝来到了小泳池旁。福宝在小泳池里又发现了一根竹笋，福宝拿起竹笋躺下吃了起来。现在的福宝不是在吃，就是在去吃的路上。2个爷爷生怕福宝再瘦了。福宝吃饱喝足后，便来到了小树上，闭目养神。今天是福宝出生的第1074天，福宝体重瘦到了196.2千克。今天2个爷爷为福宝准备了豪华的夏日套餐，有吃不完的小零食以及许多的大冰块。而福宝此时正在树上看着爷爷给自己准备的礼物。福宝看到爷爷走了，从树上下来，一个福宝式翻滚，来到了小木床上。福宝先是闻了闻自己的小竹杯子，之后拿起一根竹笋，坐在了大冰块上吃了起来。这样，福宝不用去冰床上，也能感受到冰块带来的凉爽了。吃完一根竹笋后，福宝去吃胡萝卜，结果胡萝卜掉到了小木床上。当福宝捡起来，刚准备要吃时，大冰块又滑了下去。这一下不仅福宝吓了一跳，胡萝卜又掉了。福宝表示，这个胡萝卜吃的真是一波三折呀！终于胡萝卜吃到了嘴里，但吃了2口，福宝又不想吃了。平时最喜欢吃胡萝卜的福宝，今天居然放弃了胡萝卜。福宝又拿起了竹笋，或许是刚才那一下给福宝吓到了吧，让福宝觉得胡萝卜不香了。不过福宝吃竹笋也很惬意。一会儿吃完饭后，福宝又回到了小树上。福宝打算睡一觉，来安抚一下自己的幼小的心灵。